這是我們之前做的往復運動機構，是用最基礎的曲柄滑塊機構来實現的。現在用戶提出要做一下升級，改进，要求就是往复運動不要太單調，要有變化。這個有變化是指運動的速度還有行程都要有變化，這個變化還不能太規律，太規律了還是單調。用4伏電機呀？用4伏電機就虧本了。怎麼改好呢？曲柄滑塊它的運動軌跡是這樣子的，非常的規律，有固定的周期，形狀很接近正弦曲線。我們把曲柄改成2個齒輪，一大一小，看一下往复運動的軌跡，速度和行程都是有变化的，不是千篇一律。行程我們很容易看出來，速度呢？速度怎麼看？這條曲線的斜率就是速度。從曲線上來看，到目前為止往复運動都是在变化，還沒有重樣的，但這不符合常理。這個機構是固定不变的，齒輪变不了，桿件也变不了，它輸出的運動怎麼會是變動的呢？如果有人粗略地看了一下這個機構，就回去仿造，他會發現運動軌跡的周期很短，非常規律，達不到預期的效果。這是為什麼呢？這是因為仿造沒有抓住重點。其實我們這個的運動軌跡也是周期性的，只不過我们把這個周期做得很長。怎麼做的呢？很簡單，秘密就在這2個齒輪上。一對齒輪轉動總會轉回到原來的狀態，問題在於需要轉多少圈。2個等大的齒輪只需要轉1圈就回到原來的狀態。2比1，大小的齒輪，大的轉1圈，小的轉2圈就能回到原來的狀態。3比1大小的齒輪，大的轉1圈，小的要轉3圈才能回到原來的狀態。再來看這2個齒輪，大齒輪的齒數為13，小齒輪的齒數為7。那麼大齒輪轉1圈，小齒輪需要轉幾圈呢？和前面的情況不同，大齒輪轉了1圈，小齒輪並沒有回到原來的位置，再轉1圈還是沒有回到原來的狀態。現在是2圈再來，這是第3圈。還是不行，再來，這是第4圈，還是不行，再來，這是第5圈，不行，再来，別急，要有耐心，這是第6圈，還是不行，再來，這是第7圈，這回終於回到原來的狀態了。大齒輪轉7圈才是一個周期，小齒輪要轉13圈才是一個周期，這比前面幾組齒輪的周期要長很多。